一个问题，陈平安后来先后炼化了龙中阙、井底月、清平、北斗整整4把本命飞剑，哪一把他都敢拿命去练。可为什么面对杀力最高、地位最尊，甚至对他死心塌地的剑妈，他却从头到尾一次都没有动过炼化的心思？直到我看到那句话，我才彻底懂了，最好的飞剑不在气符里，在脊梁里。先说说陈平安是谁。倪萍乡最穷的少年，烧瓷为生，没有家世，没有根骨，修行起点低到同龄人都懒得嘲笑他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却被世间见到的源头认了主。我已经等了8千年，虽然你的修行天赋远远比不上我之前的主人，但是没关系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第2位，也是最后一位主人了。剑妈的量级，一句话说清楚。他曾直言，在文圣与浩然天下大道合一后，世间唯有自己可以将其斩杀。这样的存在，要是被塞进气符，不叫炼剑，叫自爆。这是陈平安练不了他的第一层原因，是身体层面的极限。但我觉得更深的原因在于，陈平安自己心里清楚，他不该练。炼化一个认可你这个人的存在，本质上是在用力量换掉自己。他走到今天，靠的从来不是借来的东西。剑妈起初压根看不上陈平安，齐敬春一次次引荐，他始终不肯点头，直到说出那句看来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很失望。失望？那你呢？剑妈才微微松动，只开了一个口子。让陈平安走一趟廊桥，如果他能够坚持前行，我可以考虑。他见过太多天才，见过太多为了变强不惜一切的剑修，他等的是一个在力量面前还记得情分的人，是一个拿得起剑也放得下欲望的人。陈平安给了他这个答案，所以他死心塌地跟了他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本命飞剑练得如此扎实。龙中阙、井底月、清平、北斗，每一把都是他修心的刻度，是他自己的东西。而剑妈不同，他是天道，对他这颗赤子之心的回响是认可，不是工具。把他练了，他就成神了；不练，他还是那个陈平安。我们这代人也不陌生这种处境，总有人递来一柄太强的剑，是能让你快速上位的捷径，是需要你低头换来的资源，是那种握住就能开挂，但握住就回不了头的机遇。我们以为抓住就是赢，却忘了问自己，抓住之后你还是你吗？借来的光再亮，照不出自己的影子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为什么陈平安4把本命飞剑哪一把都敢练，唯独剑妈从不？那句让我想通的话是剑妈说的那句，除了是陈平安，还是我的主人呢。他认的不是一个剑修，他认的是这个人把这样的存在炼进气符，是亵渎，不是珍惜。陈平安的本命飞剑从来不是最强的那把，而是最像他的那几把。剑妈站在他身后，不是因为他足够强，而是因为他足够纯粹。最好的飞剑不在气符里，在脊梁里。这句话从他还是倪萍乡少年的时候就成立了。